Hello，大家好，我是苗教主。今天我们讲一个神秘的失踪案。一个女孩独自在泰国旅行，本来她是去海边潜水的，但客栈的服务员却说，她突然从海边赶回了客栈，还买了一张渡轮的船票，准备离开海岛。可是监控却没拍到她。第二天，人们找到了她的背包，发现了她的护照、手机和现金都在里边，但是女孩却消失了。前一天买的渡轮船票也在背包里。那么，女孩去哪儿了呢？这起神秘的失踪事件就发生在泰国的涛岛，一座典型的热带岛屿。不但风景优美，还被称为潜水者的天堂。游客来自世界各地，只为体验这里的潜水乐趣。岛上大大小小的遍布着200多家潜水学校。今天的这起案件中，失踪的女孩就是一名潜水爱好者瓦伦蒂娜·沃诺日诺娃，23岁，来自莫斯科。她的特长是自由潜水，也就是在没有供氧设备的情况下，完全依靠闭气下潜的极限运动。他的个人纪录是22米，这个成绩对于业余选手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这次泰国之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挑战自己，突破极限。2017年2月7日，瓦伦蒂娜从莫斯科出发，飞往泰国，计划旅行1个月，其中2月11日到16日在涛岛接受潜水训练。他如期抵达涛岛，入住了一家叫高涛青年旅社的客栈，住在一个3人间里。他的室友中还有一位漂亮的法国女孩。巧合的是，2人的浴巾竟然是同一个品牌、同一个颜色的同一个款式，这让他很意外，并把这件事分享到了网络上。瓦伦蒂娜每天都会把训练和旅行经历分享到自己的网络频道上。2月14日情人节，他完成了9次潜水训练，并在最后一次下潜了22.3米，打破了自己的记录。他把这条消息通过网络告诉了自己的粉丝们，然而这是他最后一次分享自己的经历。之后，这个女孩就彻底失去了联系。第二天，2月15日，按照计划，她将继续潜水到更深的地方。不过，根据客栈服务员的回忆说，那天她突然从海边返回，询问怎样尽快离开涛岛，并查看了渡轮的时间表。她对梅苏岛很感兴趣，那里可能是泰国之旅的下一站。但奇怪的是，当晚瓦伦蒂娜并没有返回客栈。2月16日是瓦伦蒂娜离开涛岛的日子。但他所有的物品，包括护照、手机和前往梅苏岛的渡轮船票，都还放在床上，而人却不见了。客栈收起了瓦伦蒂娜的物品，但是没有向警方上报游客的失踪。不过，瓦伦蒂娜的家人立刻察觉了异常。瓦伦蒂娜没有更新她的频道，电话也打不通。2月18日，瓦伦蒂娜的母亲联系了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请求帮助寻找瓦伦蒂娜。但是按照规定，这超出了大使馆的职能范围。使馆建议这位母亲应该去居住地的警察局报警，提交失踪声明，由警察来主导寻找他的女儿。于是，瓦伦蒂娜的母亲又赶往当地的警局报警，提交了正式的失踪声明。警方对瓦伦蒂娜在莫斯科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并询问了大量的问题。但在最后，警方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去俄罗斯境外寻找失踪的女孩。这位母亲追问道，是否可以将失踪案件移交给国际刑警组织或者国际红十字会呢？他得到的回答是不予处理。无奈之下，瓦伦蒂娜的母亲只好亲自飞往泰国涛岛寻找女儿。2月23日，客栈的老板向警方提交了一份客人失踪声明，但是涛岛当地警方并未展开任何搜索。此时距离瓦伦蒂娜最后一次出现已经整整1个星期过去了。在俄罗斯有一个叫总统互联网接待系统的平台，每一位公民都可以在这里向总统发出请愿，并且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渠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瓦伦蒂娜的母亲只能选择这个方法，向总统发出了请愿，希望国家可以出手帮助她。万幸的是，这位母亲终于得到了答复，总统要求俄罗斯驻泰国大使馆正式参与瓦伦蒂娜失踪的调查。但不幸的是，这时已经到了3月16日，距离瓦伦蒂娜的失踪过去了1个月。客栈的监控视频早已删除了，与瓦伦蒂娜接触的其他旅行者也离开了泰国，返回各自的国家，可能的证人、线索和监控都消失了。泰国警方展开了为期3周的搜索，包括涛岛以及周边的其他岛屿。几天以后，他们在海边找到了瓦伦蒂娜的一只潜水用脚蹼，经过母亲的辨认，这确实属于瓦伦蒂娜。随后，潜水员又在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具人体遗骸。警方随即宣布，这就是失踪的瓦伦蒂娜，并且给出了结论，她的死因是自愿消失。对于这个结论，泰国警方是有证据支持的。在瓦伦蒂娜留下的手机里，她曾向心理医生提到过自己有自杀的念头。
所以警方认为这是最合理的解释。那么，难道真相就这么简单吗？一个女孩只身来到涛岛，打破了自己的潜水记录，却突然决定结束生命。那具海底发现的人体遗骸被送往曼谷实验室进行 DNA 检测，最终结果显示，它不属于瓦伦蒂娜，甚至不属于人类。接着，另一个重要的疑点也被推翻。此前警方所依据的自杀动机是来自手机中的瓦伦蒂娜与心理医生的聊天记录。随着这份记录的公开，里面发现了严重的翻译错误。瓦伦蒂娜根本没有提到过自杀念头，她说的是深海恐惧症。瓦伦蒂娜告诉心理医生，当自己潜水到海洋深处时，她会产生一种心理恐慌，而这种状态影响了她的潜水训练。所以他在向心理医生咨询这个问题，寻求专业的建议。如果瓦伦蒂娜想要自我消失，那他为什么还要提前购买第二天的船票呢？所以种种迹象表明，瓦伦蒂娜可能不是自愿消失的，而是遇到了真正的危险。然而，就在人们还在四处寻找瓦伦蒂娜的时候，涛岛又发生了一起外国女性失踪案。2017年4月25日，一名来自比利时的女性背包客伊丽莎·达尔马涅也在涛岛旅行时失踪了。几天以后，她的遗体在涛岛的密林中被发现，下半身已经被岛上的巨蜥吃掉了。警方给出一样的结论：自愿消失。伊丽莎的家人强烈反对这一结论，要求警方出示法医的尸检报告，但是警方却始终不能提供任何法医文件的副本。而女孩的遗体在发现之后迅速遭到了火化。这起案件也留下了太多的疑点，就连女孩失踪前的监控画面后来也被证明根本不是女孩本人。不过离奇的还在后面。人们发现，早在几年前，涛岛就经常发生外国背包客离奇死亡的情况。2015年1月，来自法国的游客29岁的德米特里·波夫塞被发现死在涛岛的出租屋里，他被吊在了房梁上，房间里没有打斗痕迹，没有挣扎痕迹，警方认定他也是自愿消失的，因为他在床上留下了一张简短的遗书，内容是“爱丽丝，我爱你”。有些事看似容易，但实际上很难。现场照片被人发到了网络上，舆论彻底沸腾了。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德米特里的双手被反绑在身后。那么问题来了，一个人是如何做到在身后绑上自己的双手，又把自己吊起来的呢？面对质疑，警方并没有给出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不过警方说，这件事理论上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涛岛是一个如此宁静美丽的海岛，在这个海阔天空的地方，难道不会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吗？为什么要选择自愿消失呢？而且为什么还是这些年轻的喜欢挑战自我的背包客呢？据媒体的不完全统计，从2014年到2017年，最少有9名外国游客在涛岛离奇死亡或者失踪，其中大多数案件至今没有明确的真相。在涛岛发生的所有案件中，最轰动的是一起英国背包客双尸案。事情发生在2014年9月份，2名来自英国的游客，24岁的大卫·米勒和23岁的汉娜·威瑟里奇，被人发现死在了涛岛的海滩上。此时2人半裸，女孩生前遭到了侵犯，但令人疑惑的是，初步尸检发现2人死于溺水，因为他们身上没有受伤，也没有暴力迹象。这个结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随着警方调查的深入，在新的尸检报告中，法医发现大卫在溺水前颅骨曾遭到利器的重创，而且还有其他的证据表明他在死前曾与人进行过激烈的搏斗。种种迹象显示，这并不是一起意外溺水事件，很可能是一起蓄意谋杀。调查历时数月，警方最终抓捕了2名来自缅甸的外来务工人员，理由是他们的 DNA 与现场样本高度匹配。2人在警方审讯中也签下了认罪书。看起来这个案件已经水落石出，然而在庭审现场再次出现了意外情况。2名嫌疑人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是因为受到了威胁才认罪的。他们坚持说自己没有杀人，而且媒体也质疑本案有很多令人不安的细节，比如在海滩的取证环节并不专业，现场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尽管存在这些质疑，2名缅甸的工人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在泰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猜测凶手另有其人，2名外国务工者只是背黑锅的。2019年，泰国国王出面赦免了这2个人的死罪。即使是最受国际关注的案件，也最终变成了一个充满质疑的谜团。涛岛的名字也与神秘死亡绑定在了一起，原来的潜水天堂离天堂越来越远了。很多媒体也称呼涛岛为死亡之岛。
那么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海岛上，为什么会频繁发生离奇的凶案呢？事件的背后是孤立的存在，还是隐藏着什么共通的真相呢？对此，《时代周刊》曾发布了一篇深入的调查报道，揭开了神秘岛屿下面的隐秘世界。涛岛又叫龟岛，100年以前，这里只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岛，只有海龟每年来岛上产卵。1933年到1947年之间，涛岛成为泰国政治犯的流放地，被流放到这里的犯人就在岛上自生自灭，也在这里繁衍生存。因为没有官方的监管，没有秩序，这里反而形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社会。随着旅游业爆发式的兴起，涛岛因为独特的地理优势，也发展成了潜水天堂。岛上的几大家族迅速崛起，控制了土地、潜水学校、酒店、旅游和运输业。然而，在数十年的利益角力中，几个家族之间也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世仇。可是，外来的游客根本意识不到这种恶意的暗流，就连警方也很难干涉岛上的事务。所以，瓦伦蒂娜的失踪是自愿的，还是另有原因呢？瓦伦蒂娜的网名叫做一个童话里的两极，如今她已经消失了8年。我们仍然希望有一天她能重新回到俄罗斯，见到自己的母亲，然后告诉全世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里是俄罗斯调查，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感谢大家观看，下期再见。